这个危险了，危险了，基本上连续的重拳来一位，这个不行了，20多次的重拳，手拿起来也没有停的两个，这个荷兰拳王来华挑战一晚 KO 3位中国选手，强悍的重拳让他在搏击领域彻底沸腾。至此，他成为世界各位选手最恐怖的噩梦存在，因为他可是曾经重创过泰拳王子波球的男人克劳斯。荷兰搏击天王克劳斯的大名早在10年前就响彻全球。在那个年代网络不发达的情况下，世界搏击领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唯有波球拳有克劳斯，那是因为克劳斯的所有名气地位都是凭借铁拳打出来的。不论是世界何等有名的世界冠军，只要遇见克劳斯，都会提前准备好救护车，生怕在比赛中遭遇不测，来不及抢救治疗。时隔多年，克劳斯来到中国发起挑战，声称要将所有中国人挑翻，彻底控制中国搏击市场。就在此刻，中国酷刑者顾辉终于坐不住了，立刻连夜坐飞机来到了当晚比赛现场。这时候的顾辉因为名气不高，战绩也不如克劳斯优越，自然不少外国小黑子等着看顾辉的笑话。就算如此，顾辉也没有投降认输的想法。既然已经登上了今晚的擂台，那就拿出自己的毕生所学，与其一较高下。好了，废话不多说，让我们直接进入当晚比赛现场。第一回合开始，白色拳套就是中国选手顾辉，黑色拳套就是荷兰选手克劳斯。赛前大多数的观众们都不看好顾辉这位年轻小将，因为这时候的克劳斯已经称霸世界擂台多年，来到中国只是想要进一步的捞金赚取钞票罢了。再加上克拉斯本身的 KO 率极高，顾辉在技术不成熟的情况下很难撑过3回合。击败了中国的名将刘明志。这场比赛本身是刘明志的复仇之战，但是刘明志是因为体重的问题，是临时变阵空降顾辉。我们看到克劳斯把顾辉逼到了绳脚。我们看到也是克劳斯是不打算让顾辉从绳脚跑出来。对于顾辉来说，那这场比赛能否顶住克劳斯连续的重拳，也就是说顾辉的泰拳的功底能否不断的去破坏克劳斯往前前进的这个拳法所依仗的支撑腿的平衡，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看到顾辉在比赛的时候呢，是不断的观察克劳斯的下半身。克劳斯拳法见长，也就是说他经常会把自己的重心往前去送，往前去压。现在是顾辉是边退边打防守反击，不断的去踢去挑，来破坏克劳斯前腿支撑腿的平衡。连续的克劳斯这位选手最不惧怕那位拼拳换脚，顾辉虽然也擅长拼拳，但是顾辉却选择了中远距离游走试探。毕竟克劳斯所打出的拳脚招式势大力沉，每次命中都会啪啪作响，对顾辉遭受不小的影响。每当克劳斯逼近顾辉，能做的只有撤离推开，完全无法对克劳斯进行太多反击。你看到克劳斯非常的自信和放松。这场比赛对于顾辉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也是一个极大的机会。比赛到了现在，我们看到克劳斯其实都没有真正的去做发力的进攻。克劳斯的追击，连续的拳法，克劳斯能够实现左右架的互换。克劳斯还是不断的向前逼近，逼近的时候呢，不断的是以轻拳来干扰和试探对手。这个迎击拳来自于顾辉。漂亮的后手重拳，直接后手。非常密集的拳法的反击来自于克劳斯，让比赛顾辉想必是要一锤定音。克劳斯现在仍然是不着急。比赛来到第2回合，在1回合的简单试探过后，顾辉开始决定反击，不过还是先要以保护自身为主要目标。克劳斯每次出拳都想奔着 KO 的目标而来，越是这样，顾辉也不能与其硬碰硬。殊不知顾辉的灵活打法对于克劳斯而言是极大的侮辱挑衅，完全就没有把克劳斯的重拳重腿当回事。至此，克劳斯也变得怒气冲冲起来。克劳斯非常重的这种击斧的勾拳，这个勾拳呀，克劳斯也是 KO 了很多的对手。而克劳斯再次的把顾辉挤到了绳边，因为刚才有几次顾辉的后手拳，也就是他的左手的重拳能够打到克劳斯，是因为克劳斯如果说是右手在前的话，自己的头部的右侧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空当。是的。
而且顾辉也是非常善用自己极为快速的启动的速度。看到顾辉打的也是非常的冷静，在自己身体消耗这方面也是做到了能消耗的少，能做到更精准的打击啊，就做更精准的打击。我们看到顾辉还是以防守反击为主，在后退的同时，有可能会突然来出非常重的拳法，只有这样非常重的单击的拳法，给克劳斯造成不小的影响。顾辉目前明白，想要拿下比赛就必须豁出去，长时间的退缩让步只会让克劳斯变得更加得寸进尺。于是顾辉的打法变得更加灵活精准，每当克劳斯逼近的时候，顾辉都会立刻给予精准反击，争取要在这回合拿到相应的比赛点数，避免在最后一回合克劳斯发怒的情况下无法与其抗衡。那么刘波，这场比赛顾辉的这种战术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合理的吗？到目前为止他的贯彻的情况你觉得如何？顾辉的这个打法是非常克制克劳斯，他是不断的移动，然后用扫踢来干扰克劳斯。这时候只要是顾辉的体能储备足够，我觉得他的机会很大。至少从目前为止，顾辉因为长期的坚持的训练，即便是临时变阵，还是体能非常的充沛。克劳斯都是单拳的直接的后手拳。克劳斯把顾辉刚才是逼到了绳脚，但是顾辉非常迅速的撤出。是的，还有15秒啊！好，10秒钟的时间，不停的移动，连续的袭击来自于克劳斯。好，第二回合，比赛来到第3回合，顾辉本想冲上去与克劳斯硬碰硬，怎料克劳斯的力量超乎顾辉的想象，直接将顾辉提起来，狠狠砸向地面。一直处于猛攻状态下的克劳斯本就憋着一肚子火，如果再被中国小将牵着鼻子走，自己堂堂荷兰搏击天王的脸面还往哪里搁？这个时候顾辉看到他的移动明显的不如前3个回合范围来的大，这个时候要非常的小心，因为克劳斯可以说拳法大师，一旦给他一个固定的点，他会发起多次的进攻。是的，双方的残暴当中的洗法的对攻，重拳打到来自于克劳斯，双方的克劳斯连续的组合拳，近身的轻重的结合。30秒，顾辉的勾踢，20秒，顾辉能否顶住压力？克劳斯现在也是没有什么体能了。10秒，现在克劳斯已经就是打出了自己擅长惯用的轻重结合的组合拳。克劳斯继续的做拳法的连击，双方最后的对拼，比赛结束，比赛结束了。最后公布比赛结果，顾辉通过比分优势赢下最终胜利。大家认为顾辉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